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观点再次说一下，就当前的美股何时去抄底可能会好一点，就至少要有2根 K 线啊。如果你说阿哲那1根 K 线能抄底吗？就周一出现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抄底？那可能就得要看有没有 IR 模型了，就是否会出现前期这种情况，就是股价可能大幅的低开，但是却收阳，但是它的收盘价就站在昨天这根 K 线的低点之上啊。我们说出现 IR 模型呢，你可以提前去买进啊，但是比较安全的还是等2根 K 线的高点啊，高点抬高，收盘抬高啊是比较好的。好，这是当下的一个技术低点的一个确认啊，一个是比较激进的，就是看有没有 IR 模型，如果 IR 模型没有，那么就等到周二的时候去看一下是否出现买点。如果周二还是没有出现突破，那么就继续等，不要去随便的抄底，不要提前的去买进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我们主要看收盘啊，现在不重要，我们看是周一收盘，周二收盘啊，等2天就行，这个技术低点等2天确认就行。如果周二的时候它的收盘价还没有过，那么就先不要抄底，继续等啊。这种下跌你不能说我直接下跌时去买进，虽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震荡行情，是吧？我们知道是震荡行情，但是你哪知道这里跌下来它还会不会是震荡行情？如果刚好上面卖掉之后这一波下跌，如果它是脱离震荡呢？如果它真的去有效跌破下方呢？那怎么办？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位置可能是棒31的时候再次买进。很多同学呢有在阿哲视频的评论中评论到，就是阿哲你前面说这个上涨要获利兑现好，我去卖掉了，然后过个2天呢，我看到一个下影线我就去买进了，刚好在大跌前1天看到一个长长的下影线，我就是去买进了。那么那不就是英伟达财报吗？你可以这么去想，但是技术有时候就是巧合啊，就哪怕呢周二周三没有英伟达财报，它也是这么去看，就是2天时间。之前的突破我们也是看了2天，是吧？目前跌破也是看2天。你说刚好这个2天时间碰到了这个什么消息面啊，那就是巧合啊，不是说没有英伟达财报阿哲就不这么分析了啊，这个有和没有都这么看啊，不管是有财报还是没财报都要这么去看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当中出现长下影线，有同学说阿哲我高点卖掉了，这长下影线我就买进了。那请问这个长下影线出现的时候，它能形成买点吗？如果你觉得可以的，回复 yes 啊，不行的回复个 no。就是当市场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难道它就可以构成买点吗？这一个长下影线，不管是高点不管是下跌还是上涨，其实1根 K 线往往不代表一个方向。我们之前说过，1根 K 线就单纯不看周期啊，如果你不要说这个看5分钟、30分钟啊，我们就说1根 K 线啊，就单纯1根 K 线你是没有方向的。那你要有一个方向出现，是不是得要有一个重心的上移或者重心的下移才行？那很明显，你说为什么要在这种位置提前去抄底？它的重心整体是下移的，包括这一天长下影线的时候，它也是在下移的。你除非说这一天不是大阴线，而是一根反包阳线啊，长下影线之后反包了，好，我可以去买进，那没有问题，是吧？你说一个长下影线出现之后，第2天是一个反包阳线，好，方向上是确认了啊，前面呢在下跌啊，一个长下影线之后，第2天反包了，第2天上涨了啊，重心上移了，好，这个时候我说它这里是个低点，那没有问题，你去买可以，你去买进可以，但是还在走出下影线，整体方向还在往下移的时候，你不管它的下影线有多长，它的方向就还是在向下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一天因为下影线去买进的，那么就很麻烦，那么就被套了。你好不容易高点卖出，那又提前抄底，又提前买进了啊，然后反而去承受了亏损。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现在的一个价格方向是什么样的？是下跌的，是吧？那么阿哲说，阿哲你这个上期视频你说可以抄底的，那抄底归抄底啊，预测归预测，是吧？这预测归预测，难道你还真的是预测下周抄底，你直接满仓去越跌越买吗？那肯定不是。我们做交易先有预测，先有预判，是吧？阿哲预判的底下这个有支撑，又是震荡行情，这下跌怎么跌？它空间有限，所以我说下周大概率可以抄底。但是怎么抄底呢？你是不是只要等一个 K 线产生？你只要等一个止跌出现，等一个方向性的判定。
目前就还是在下跌的，你不能说阿哲说抄底，你直接呢下跌买，你不知道它跌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个抄底的预期，但是你要等那么一个动作出现啊，你要等那么个动作出现才能抄底。所以当下呢还是方向向下，所以不要随便抄底啊，等到那一刻产生时我们再去看，现在还没有。但是可以明确的讲，至少是要等一个动作，就是今天的收盘，就是你最好等一个动作，今天的收盘价啊，它我们写大一点，今天的收盘价它大于昨天，就是一个 K 线明显的方向，昨天的最高价，就今天的收盘大于昨天的最高，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方向性的 K 线。像之前比如说像这种价格高点在降低，是吧？它的高点降低，低点降低，很流畅的下跌。那么这种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出现的是什么动作？就它的收盘价是比昨天的最低价低的，这是一个很明显方向向下的动作，是不是？它的收盘价都比昨天最低价低，收盘比昨天最低价都低，这是一个很明显向下并且力度很强的动作。但是在长长的下影线之后，这一天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是不是我们说这一个位置开始它的方向性才有一个确认，或者说方向才有可能转变？在此之前你说每一天的收盘都比昨天最低价低，那就肯定不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啊。所以你会发现像这种下跌时收盘价都比昨天最低价低啊，要么是收跌啊，要么收盘比昨天最低价低，是吧？你会发现都是这种情况，要么是收跌，要么低点降低，高点降低。好，那直到呢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低点不降低了啊，是一个底分型了啊，但是它的收盘呢没有比昨天高。好，这一天开始收盘价比昨天高了，比昨天最高价都高了，说明多方还是蛮强的。所以从这里开始，是不是价格开始变得不一样？从这里开始，价格动能上是不是往上走了啊？所以你会看到，像价格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是不是价格方向将会有一定向上的动能？股价下跌时，找到一根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的，是不是它容易是一个反转的点，是吧？股价下跌时找到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的，是不是至少它方向是能够延续的，它的动能是比较强的。好，那么现在呢还处于一个收盘价比昨天最佳低的，所以你如果更加安全一点，说什么时候更加好去抄底，这根 K 线出现的时候，大概率就说明多方是转强了啊，空方呢没有那么强了。所以这根 K 线出现至少呢是2根。你说阿哲周一就不能出现吗？你说周一出现的概率是大还是小？就周一出现这一根 K 线的概率是大还是小？觉得大的你回复个大，觉得小的回复小。就这种 K 线啊，今天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都高，你觉得周一出现的概率是大还是小？是不是不现实啊？就几乎没有可能。就你说今天直接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啊，有可能吗？那波动得多大啊？可能性太低了吧，不现实是吧？所以至少周一呢是要等的，然后周二呢要看一下，周二还不一定能成啊。所以如果这种 K 线都没有出现的时候，你说什么时候去抄底，那就要再看一下啊，至少现在不是一个时机啊，至少你要看到周二啊，强势一点，周二可能就有机会。好，这种确认方法它虽然不是100%，你说出现之后它一定能够上涨。但是呢，大概率吧，在每一次大跌之后出现这种 K 线，它大概率多头至少是有一个反攻的意愿的。我们也可以再往前看一下，再看一下左边，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是一个这个震荡行情是吧？啊，其实像这一轮下跌也是的，这一轮大跌下来，什么时候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这一天嘛，所以价格后面至少有一个短线延续的上涨。好，那看前面这里呢，股价这一波下跌，现在被套了，你阿哲目前的观点就是下跌空间有限，但是如果你说现在被套了，阿哲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啊，因为这跟不同的个股可能也不一样啊。如果你说是特斯拉、英伟达这些个股略微被套了，那阿哲觉得问题不大。好，
那么像前面的这个位置下跌，是不是它正常来讲也很难在下跌当中出现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的 K 线，是吧？那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一天出现的，就是一波大跌之后，当出现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的 K 线时，至少我们会觉得或我们认为多方是走强了。特别是在大跌的时候，正常这种 K 线是不容易出现的。如果是长时间下降趋势呢，就有可能出现，但是它不反转，因为下降趋势本来就就空头比较强，多头比较弱，它偶尔强那么一下是没有用的。但目前的美股整体是一个震荡啊，所以下跌途中一旦出现这种 K 线在上涨当中的调整，以及呢在震荡行情当中空方不是很强的时候，我们说出现这种 K 线呢是还不错的，是吧？调整的时候，你看调整的时候出现，今天收盘比昨天最高，虽然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买点，但它的确定性呢会高一点。股价调整的时候啊，出现收盘价呢比昨天最高价高啊，当然呢有时候呢也是某些诱多行为会用到这种 K 线，但是至少在下跌的行情当中，首次出现的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的那根 K 线，一般去买进啊，第二天可能给你收益以及给你逃跑的机会是蛮大的，不能说100%，但是还是蛮大的。你可以去回测一下近期的行情，基本上你买进之后，不是说第二天会套你，大部分呢还是会有盈利的啊。所以这种 K 线产生，特别是在大跌之后的首次产生啊，它很容易呢是一些反弹点，甚至是反转点啊。感谢月亮同学的一个帖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刚才呢，我们是把当下的行情再去回顾一下，也是昨天讲的部分内容，给大家再去提个醒，因为昨天有同学可能是没听到，所以阿哲呢去重申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进入到另外一个环节，在昨天的讲课当中，我们是讲到了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呢是跟指标的时差、金叉有关。打开一下，那么阿哲呢把现在这个图表当中这个指标叫固比均线，我们等要批改一下昨天大家的作业。固比均线我们用这两条线3和5，然后我把这个颜色调的显眼一点，好，黑色和粉色可以。好，目前图表当中就是固比线的最短的周期的两根，一条是3，一条是5。我们昨天说过，在多方强势啊，以及呢市场当中走势整体上涨时，这个方案是还行的。你可以看到这种震荡行情和强势上涨当中，一旦市场出现了3天线和5天线死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一个位置上涨，它一直呢是多头排列，好，死叉这一天，往往在多头不是很弱或多头呢有一定反抗力度时，这种死叉很容易会形成一些低点啊。你看一下市场当中，我们把死叉标记一下，这一天是死叉 K 线不是，我看一下这一天27号的时候啊，这一天不是死叉，这一天是好，所以最近呢这一天是死叉 K 线，这一天也是死叉 K 线，然后股价下跌啊，这一天是死叉，包括市场下跌，这一天是死叉，而后这一天是死叉，这一天是死叉，所以你会看一下，在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死叉 K 线出现的次数大体呢1次、2次、3、4、5、6啊，如果没有看漏的话，应该就是这6次，好，就这6次。而你看一下死叉 K 线产生的时候，这一天是低点啊，这一个不是低点啊，这个不是低点，好，这是低点，这是低点，也就是说前面出现了死叉 K 线，前面的5次里面有3次啊出现的是低点，或者说反弹行情，或者说小低点，有2次呢市场不对啊，这个没画对啊，这里不是，这里是2啊，那么加多1次，这里是一个低点附近啊，这个位置这一根是死叉，这是一个低点附近，那么就不是3次了，是4次。如果前面的5次的死叉当中有4次它不是低点啊，它不是低点，不是，它要么是低点，要么是在低点附近，只有这么1次出现死叉之后是还跌了2天的啊，还跌了2天的。好，那么我们再往远了看，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是一个震荡行情，那现在我们看一个上涨行情，比如说前面这一波上涨，什么时候有死叉 K 线？股价正常来讲是2条线是并排着，黑色在上，粉色在下啊，感谢呢我们各位同学的这个帖子啊，谢谢大家。
很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对频道的支持。那么阿哲呢，未来啊，这个会多多分享更多的一个方法和技巧啊，希望大家呢也能够一直的陪伴阿哲啊这个频道的一个成长。感谢大家的贴纸。那么市场出现下跌时，哪天是死叉 K 线？是不是股价下跌这一天它是死叉，是吧？之前呢这个黑色线在上，黄色粉色线在下，这一天是死叉。好，那这一天是死叉，那价格的走势这一天是死叉，这一天是死叉啊，股价下跌这一天是死叉。刚才震荡行情当中呢，啊，这5次里面有4次是低点。那么上涨行情强势的行情，你会发现1、2、3、4、5出现了5次啊，固比线最前面2条线3和5参数的线出现了5次的死叉，5次呢都是低点。所以你会知道的是，在多方很强势的情况下，固比线短线的死叉有时候代表是一个空方的一个风险的释放，就是它上涨的途中呢，它一直在涨，那么它就属于什么？风险在积涨，大家的一个获利盘在堆积，那么它总需要呢一个关口去释放，就是大家呢有些人可能觉得要获利兑现一部分啊，有些资金呢可能需要调一下仓位啊，所以它偶尔在上涨当中呢会出现这种小幅度的调整啊，所以上涨呢不是一条线性的，它经常呢会有波动。好，对于这种小的波动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识别。只要你发现一个股票它的固比线是多头，而每一次的死叉它可能在低点或低点附近，那么就说明你这只股票属于多方很强的一只股票，属于趋势很强的股票。那反过来，如果你的股票呢是处于固比线空头，并且每一次市场当中出现金叉的时候它是高点，出现金叉的时候它反而下跌，那么就说明你这只股票是一个空方很强的股票，这是昨天我们讲到的一点。那么举一个反例啊，特斯拉，讲一个特斯拉。好，它什么时候出现这种现象？就是金叉。你看这一天下跌死叉是见到了一个低点，就这一天的死叉，就2条线交叉往下穿了，这一天是死叉，好，是低点啊。这说明呢它的多方当时还强，还可以。但是死叉这一天之后，它后面上涨是不是又金叉了？哪天金叉的？这一天金叉的。好，金叉之后，它的高点是不是反而出现压力了？就说明在这个位置产生的这个动作之后，说明空方变强了，而且金叉 K 线的低点被跌破了，是吧？好，那后面呢一直是走了什么？一直是粉色线在上，黑色线在下，所以一直是空头。那什么时候转多头，转成这个多头排列是哪一天？是不是这一天？所以这一天呢是一个金叉 K 线，但金叉 K 线特斯拉这一天又是一个压力，是吧？好，它的低点呢又被跌破了，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特斯拉这里也是一个空方强势。好，股价下跌啊，这固比线呢开始重新的往下走了，往下走过程当中哪天金叉的呀？是不是这天有所金叉？这一天应该是有金叉，接近金叉啊，应该是金叉了吧？我们看一下数值，这一天的黑色线是 401.144， 它的粉色线是 401.276。啊，金叉了，是金叉吧？哦，没有啊，没金叉啊，这一天没金叉哈，没有金叉啊，所以它这一波下跌呢是1次金叉，2次金叉啊，而后股价下跌，所以你会看到这前面的2次金叉都不能够去引导市场上涨，而是反而走出了高点，反而是下跌。所以通过这2次金叉，你会知道的是市场开始多方是弱的。每次金叉应该是多方走强的时候，它反而走弱了，空方走强了。好，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现在哪一天是金叉？是不是最新的这根 K 线是金叉？所以特斯拉走到目前这一根 K 线的时候，2月19号周三的时候，它又是一根金叉 K 线，3天线呢上穿了5天线，而这一天的股价走势，它的高点我们就要看一下，它有压力吗？会不会被突破呀？它的低点有支撑吗？会不会跌破呀？如果突破属于多方强，跌破属于空方强。好，那目前我们看一下股价走势，请问当下特斯拉的多方强还是空方强？觉得是多方强回复多，空方强回复空。目前我们从高点下跌到现在，多方的走势有没有一个足够强势的表现？这
这里呢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周期呢会放得大一点，去关注多空的一个力量。刚才我们讲的今天的收盘大于昨天的最高，那一个是单根 K 线、两根 K 线来看一个短线的多方的转强，和它呢级别会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的是，当下跌途中强势行情之下，下跌途中出现了这根 K 线反包了，是吧？收盘抬高了，这个位置它略微冲高就下跌了。这里呢，如果去买进，那么我们就知道它的力度不够但是呢，你说可以买吗？也可以，这一天呢可以买，低点设防守止损就行。好，又下跌，又出现这种 K 线，是不是收盘比昨天最高就要高？我们说下跌当中，特别是大跌、当边下跌出现这种 K 线，你可以去搏一搏，它的概率性还是蛮大的，容易出现低点前面这里呢止损了，好，这里是不是一波上涨？好，那股价后续下跌时这种 K 线是不多出现的。像这一轮下跌有出现过吗？有出现过一次，但这一个有点特别，因为它呢是有一个缺口在上面，所以它是一个有压力的。所以哪怕呢它稍微反包了一点，但其实缺口是没有补掉的。所以这种上方有缺口的反包呢，就小心一些大概率呢它的空方还是比较强势的，而不能代表多方强。但你会发现，这种 K 线在下跌时出现、调整时出现，大概率是有低点产生，只是它的力度是不确定，但是低点的可能性比较大。像这里也是一样的，下跌时出现了，今天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那是不是低点的确认性是比较高的？后面市场是不是出现了反弹？这是通过 K 线来看多空，而在均线上，金叉这一天不能够突破，说明这一波价格的上涨，它大概率还是为反弹。所以股价走到这里，它本来应该突破的，但是它没有突破。如果突破，说明从价格上强势，从指标上，我们说从短期的均线来看，它也会走强，但是它并没有。所以目前的价格走势还是空方比较强，你等一下特斯拉会不会有一次出现金叉的时候，它那根 K 线的高点还能够被突破，还能出现上涨，那个时候就是特斯拉明确的多方走强的时候。而目前还没有，但目前呢出现了一个死叉动作，那你就可以看一下特斯拉这一天的死叉 K 线。我们说怎么样去看出多方强呢？就是金叉之后还能涨，死叉之后它不跌。目前呢没有符合一个条件，就是金叉之后还能涨，没有符合，所以多方我们通过这个金叉判定它不强，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死叉 K 线。如果多方能够转强，那么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死叉它不跌。如果这一天的死叉它不往下跌，它不去收盘跌破不去有效跌破，而是能够止跌，而是能够上涨，甚至呢能够把它给突破，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里空方也不强，那么整体将会进入个震荡，直到有一天选择多方强和空方强。之前上涨金叉没有上涨，没有突破，说明多头是不强的。而这一次呢是一个死叉，如果连死叉也不跌破，也是低点，那么就说明目前的特斯拉是一个震荡，多空之间是在徘徊。等到有一天你出现了金叉后能够上涨，或者说死叉后会下跌，那么才说明多方和空方胜负决出了。能够明白吗？听得懂的可以回复一个6明白的回复个6。如果还有问题的，也可以呢把你的问题写在我们的公屏上。就是当前我们通过这个反弹的高点就知道了多方不强，但是最新所产生的死叉 K 线可以让你去判定空方强不强。如果死叉 K 线之后是下跌的，或者说明显还能下跌的，那么说明空方很强，这里的特斯拉的低点有可能会撑不住但如果这一个死叉之后股价不怎么下跌，能够有止跌那么则说明这个低点变盘、高点变盘都发生了，那么说明它是一个震荡多空之间呢平衡的概率更大一点然后你就看一下哪一天金叉后能够涨，死叉后不跌反而能够上涨，那时候就是多方走强，确定了这个位置多方走强。好，那么知道这一些内容之后呢，我们把昨天的作业拿出来看一下。这个作业比较简单，所以阿哲呢就简单点评一下。昨天做错的很少，大部分呢还是找的比较正确的。我们看到这一份作业呢还是挺不错的。这位同学他是有标记了很多的笔记，他有写上一些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买卖点。
这个股票是 POWL， 然后价格走势像这种位置，你会发现股价之前是强势的上涨，这种行情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它的时差。不过它这里呢没有标全啊，正常来讲这一天应该也有时差才对啊，这种下跌应该也有时差。好，这一天价格出现时差了，你会发现时差后还在下跌，是吧？还在下跌，那么说明这个位置的下跌呢，它就不是简单的调整，是不是很容易会有一个延续的下跌啊？它已经跌破了最低点。好，那价格走势后面金叉是哪一天啊？是这一天啊，金叉这一天后还能上涨，说明什么？说明多方是不是还是强势的？而且整体的一个价格固比线还是多头的啊，它是一个中期成本附近在震荡啊，所以这个位置是不是金叉后上涨突破，说明多方强势啊，我们可以看涨，甚至呢，你说金叉突破能不能追涨？可以，但最好是好看一点的阳线啊。好，价格这一波上涨又是强势的，何时有时差？没有时差，一天时差都没有，直到这一天，这一天时差了，这一天跌破了，是不是说明调整的时间啊，它可能会久，或空间呢可能不一般，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一调啊，所以这里呢形成了一个平台啊，直到这一个位置再次出现金叉，而且金叉它的高点能够被突破，是不是再次的多方走强，再次上涨？好，这里呢又是一个时差 K 线，时差的低点又被跌破，所以股价呢调整，是吧？而且调整过程当中，你要看到这一天应该有金叉 K 线啊，这一天应该是金叉，金叉之后高点反而没有突破，反而出现大跌啊，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知道空方是走强了啊，因为时差下跌，而后呢金叉不涨，时差之后下跌，金叉之后不涨，这是空方的一个序列，空方的动作啊。如果时差之后不跌，金叉之后上涨，是多方的序列，是多方行情的特征啊。所以用这个方案，你可以确定一下你手中的股票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啊？它是不是一个金叉之后能够上涨，时差之后它不会下跌，还是说你手中的股票呢，它金叉之后它还是下跌啊？时差之后呢啊，这个跌得更厉害啊，那就是肯定不是多方强啊。所以呢，你要用这个方案，你去简单的去判定一下你手中的个股在这个周期内的多空属于哪一方比较强势。好，我们再往下看到这位同学，这位同学呢找了一只下跌的个股啊，找的是苹果。苹果最近的行情，苹果前期走势当中是不是两条均线、两条固比线是往下走的，中间有上涨也没有金叉是吧？啊，它是不是没有金叉？好，一路呢是空方走势下跌的。好，下跌途中呢出现的这一天是金叉。金叉如果它是一个下跌行情，如果金叉产生，它应该是压力吧，它应该是高点吧。好，但你会发现这个金叉之后第二天还是上涨，它还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波动，说明这个位置金叉后是上涨的，而且涨了不止一天，这个位置是突破，所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多方是强的，在下跌行情当中出现了这种金叉上涨还是大涨，那么是不是有机会会是一个底部反转？好，那股价后面下跌调整时哪一天是时差？这是苹果行情啊，我们同学昨天学了之后去自己找到的案例，这天是时差。好，时差 K 线产生了，是不是跌破一天时差？好，低点呢有跌破吗？没跌破。如果是空方的序列还在走空的话，那么时差这一天应该就还得被跌破，但它没有跌破，上涨，第二天就反包，是吧？第二天就上涨反包。缺口回补的时候是哪一天？是这一天，是吧？你说阿哲这一天它没有回补缺口，好，那我等缺口回补突破可以吗？也行，是吧？也可以。那这一天是不是开始突破前面的高点？那时差低点不跌，那么你看一下后面这一天其实也是金叉啊，这一天也是金叉，两线上穿了是金叉。好，金叉后呢，股价是上涨。我们说多头强势的一种特征是什么啊？时差不跌啊，金叉上涨啊。时差的时候呢，低点不跌破，高点反而被快速突破啊。金叉的时候呢，它没有压力，反而能够持续上涨。是不是就说明当前的苹果属于多方强还是空方强？大家可以回答一下阿哲，多方强还是空方强？就目前的苹果，按照目前它这种金叉后、时差后的表现，它属于多方强还是空方强？320，哪个您说的320是特斯拉吗？是不是多方强？啊，至少它这个序列表现出来的就是多方强，因为从这个低点开始，从这一个首次的金叉开始，啊，它的金叉能够上涨，它的金叉能够突破，金叉低点呢是没有被跌破的，
而后时差呢，时差的低点呢是没有被跌破的，时差的高点呢能够被突破，所以金叉后能够上涨，时差后呢它不下跌。包括最近的这一个阳线金叉，它也是上涨，所以连续2次金叉都是看涨。这一次时差呢它不跌，是吧？金叉只要不是高点，时差只要不是这个下跌的延续，那么就属于多方强。好，那目前的这个2条线是一直往上走的，我们说多方是强势的。好，假如苹果走到这里，我们说前面有一个关头阴线的压力嘛，好，那是否会走空方强势呢？你就要看一下这里会不会延续上涨，把关头阴突破这一个我们顺便点一下这个苹果是否会突破。如果突破，那肯定了，我们依旧看涨，因为压力位都突破了。好，假如不突破回落呢？那么出现了一个动作，就是死叉之后，你看一下死叉 K 线的低点会不会还是支撑？如果还是支撑，那后续突破死叉 K 线就依旧可以做多啊。当然呢，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过啊，这里是一个获利了结的地方，因为其实走到这里的苹果还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赌它能够突破。就目前从底下买进之后，你拿到现在的同学，你如果现在还没有卖出，其实你就是赌它能够突破前方的关头阴线嘛，就是你想要它能够突破啊。其实当下苹果的走势就还是一个问题，就当市场遇到了一个压力位时，你要怎么处理，是吧？跟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就当市场遇到一个压力位时，它涨到这里了，你要怎么处理？你是赌它突破呢，还是我先卖掉，等它突破再买进呢？这就是两种同学、2种人的处理方式了。那么如果你是比较熟悉阿哲的风格，应该知道我是比较提倡遇到风险时先规避，是吧？我们当时说的是突破有效之后再重新看涨，重新买进。如果真的有效突破了，它行情启动，那么你晚一天买早一天买其实都 OK 的，都不会有影响的。所以苹果目前也来到了这种类似的局面，就市场当中呢，它来到一个压力位，而且这个压力位是很关键的压力位，是吧？很关键的压力位是一个关头阴。我们曾经说过，关头阴的突破是会怎么样啊？是不是我们说关头阴的突破是要看涨的呀？很多同学应该之前有听过，但是新同学可能没有学过。关头阴线呢，就是它的开盘价和最高价是相等的。我们把关头阴显示一下。现在你所看到是苹果，苹果的话，是不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是关头阴线？它出现的不多啊。我们说出现的不多才稀有才珍贵嘛。苹果之前在这里就出现过了，一旦出现关头阴线，就说明市场有了一个关键的压力。这个关头阴产生的时候，就说明有一个关键的压力。个股的话，我们等一下再说一下。一般的均线固比线应该是 EMA 吧？你可以看一下固比线的公式，它是一个传统指标来着，反正它不是普通均线那个它肯定不是普通均线。所以价格走势当有效突破关头阴线时，你说阿哲，我之前这一波上涨涨到这里了，是吧？我们说股价上涨涨到这里了出现了这个关头阴附近有10日星，有一个滞涨的 K 线，那我们是不是没有必要去赌它能够突破？而是呢，应该在三阳小顶出现的时候，在风险产生的时候去规避风险。你说阿哲，那第2天突破了，我是不是踏空了呀？那我们说突破了关键的压力之后，是不是能够看涨？那你说这一天我没买进，我第2天买进可以吗？那你说阿哲会不会买高了？会不会踏空？会不会买高了？会不会反而被套？那你会发现，真的有行情产生的时候，它不会因为你早一天买晚一天买，你就错失行情。市场呢，依旧还是会给到利润的。所以当下也是这样的。好，出现了三阳小顶，出现了长上影线，那目前你需要去赌它能够突破吗？没有必要，你可以等到突破的时候我们再去买进。而这里呢，不突破的概率是不是很明显感觉更大一点可以用 MACD 嘛阿哲很少用阿哲不多用也不能说不用是不多用刚才有同学说一下个股个股的话，好，这么巧嘛，它也有关头阴线这个 HOD 这波上涨当中，它有出现了1、2、3、4，出现了4次关头阴，有点多它应该是一个盘子不太大的个股这个关头阴出现有点多一般关头阴线呢，最好是实体较大的一根阴线，像这种呢就是小 K 线，小 K 线的关头阴呢效果会差一点，一般大 K 线的关头阴呢会好一点。好，
那关头阴出现，是不是价格走势在它之上能够看涨？就关头阴之上呢是看涨的，关头阴之上看涨，但关头阴本身是一个空方的信号，就关头阴产生呢跟负线一样，就你应该呢先离场。只有关头阴的高点被突破有效时，像这种突破呢是没有效的，突破之后跌回来是没有效的。好，突破的时候是个长上影线，这一天没有效，这一天突破是有效的啊。所以关头阴呢，它高点被突破，我们说它的上方是做多的啊，但是呢出现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先不做多，要等它突破。所以目前呢，它就是刚出现关头阴线嘛，所以你得要知道它的多方机会在它之上啊，多方机会在它之上。啊，好看最后一只啊，这个看最后一只不再看了啊，这个再看下去，今天其他内容就讲不完了。这个博通的话，博通的关头阴线也不少啊。之前这里有一个关头阴线啊，这里也有啊，这里也有。好，关头阴出现突破，是不是在它之上看多，之下就不要看多了啊？有时候可能突破之后，它的行情不多。好像这个关头阴没突破，这个关头阴呢突破，那突破关头阴之后，一直呢在向上波动，就会比较安全，是吧？关头阴突破。向上波动会比较安全，像之前高位这里出现关头阴线呢，没能出现一个比较有效的突破啊，突破之后呢，波动掉下来了，后面呢再上去就上不去了，所以目前的博通呢是比较弱势的啊，你哪怕用固比线来看，是吧？固比线来看，整体呢也是个震荡，只是它目前是在固比线的下沿附近。我们说固比线如果多方强势，在中期成本附近是有机会成为低点，但是要有止跌啊，要有止跌。